俄乌冲突持续，亚速钢铁厂的乌军命运何去何从，成为外界关注焦点。乌方已向俄方提议，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墙外举行谈判，前提是俄军不能消灭亚速钢铁厂的乌军。俄方则回应称，一旦达成实质性共识，双方代表团就可以举行会面，但目前没有共识。而在对俄能源禁运方面，欧洲各国仍然没有统一立场。分析称，西方国家需正视现实，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无法长远孤立俄罗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阿列斯托维奇周日表示，乌克兰已向俄方提议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墙外举行谈判。Ми запропонували росіянам провести спеціальний раунд перемовин на місці прямо біля стін Азовсталі. Викликали наших російських візаві на перемовинах, щоб домовитися про негайне припинення вогню. 阿列斯托维奇表示，希望在谈判中就停火、提供人道主义走廊以及撤离或交换乌克兰部队达成协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上周六又提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寻求结束战事。但他警告，如果在任何被占领土上举行公投或俄方消灭马里乌波尔守军，乌克兰将退出谈判。只有通过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这一种方式。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阿列斯托维奇周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重申了泽连斯基这一立场，并表示俄乌谈判现在没有进展，每天最多1次至2次电话确认某个具体问题。对于乌方在亚速钢铁厂举行谈判的提议，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鲁坚科周一说，一旦达成实质性共识，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团就可以举行会面，但目前没有共识。据报道，鉴于苏联时期的亚速钢铁厂易守难攻，在亚速营等乌克兰武装的多年经营下，已成为有一定自持能力的要塞群。有美媒还披露，钢铁厂地下修建了庞大的地道网络，估计总长度约24公里，最深处达30米，深6层。普京上周四下令俄军取消攻打亚速钢铁厂的计划，但要求俄军继续封锁亚速钢铁厂，要做到连一只苍蝇都无法飞过。有分析称，相较于攻下亚速钢铁厂可以预见的有限战果，俄罗斯更倾向于将其作为谈判筹码。若能在钢铁厂抓捕到北约军事人员，将成为俄罗斯反击西方舆论的有力武器；而维持钢铁厂的被困局面，也能令俄罗斯在谈判桌上诸如换俘等问题上拥有更多灵活选项。不过，乌克兰总统顾问阿列斯托维奇上周六称，俄军已经恢复对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的空袭，并试图对该钢铁厂发起猛攻。亚速营副指挥官上周六也表示，俄罗斯海军步兵正准备对亚速钢铁厂发动攻击。而据俄卫星通讯社周一报道称，俄军将自当地时间周一14时起停止在亚速钢铁厂附近的武装行动，并为平民开放人道主义通道。像马里乌波尔钢铁厂啊这种特别，应当说是聚焦了各方关注，而且确实是可能发生人道主义危机的这种形式呢，乌方是他有理由也是有意愿谈判的，至少说不会给俄方造成一个乌方故意，这个漠视平民生命的这样一个口实，这是一方面。那么其实从大的这个战争层面来说呢，实际上乌方的这种谈判的意愿并不一定有那么强。在俄军发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2个月后，俄罗斯宣称第2阶段任务是全面控制乌东和乌南的顿巴斯地区。目前俄乌双方已经展开攻防，战况发展仍有待观察。俄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少将周一在新闻发布会上称，俄军用高精度武器摧毁了在乌克兰克列缅丘格市北部的炼油厂生产设施和储油罐。法国国际关系与战略事务研究所副所长马特利早前表示，乌克兰地面部队的抗战决心降低了普京的目标。相反，美国及其西方盟友合力对俄实施一系列制裁，想要通过孤立逼俄退兵，并没有奏效。事实上，2个月下来，一些国家如印度、南非一直不肯屈服于西方的压力，因此俄罗斯在国际上并未完全被孤立。那么2个月时间之内呢，俄方也是应当说是顶住了西方的这种种种的这种制裁的冲击。那么实际上我们知道，各种经济的制裁它是有一个延后性和一种这个逐步显现的这样一个效应。比如说俄罗斯可能短期能够顶得住，长期、中期也能顶得住，但是长期还能不能保持现在这种状态也很难讲。